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们迎来了瑞克 Morty 第4季的大结局。本集中被破坏的星际联邦政府以新星际联邦之名卷土重来，同时那个在三缸酒中没有下文的贝斯克隆，终于在这季大结局中震撼登场。而这一切似乎又是一场瑞克宇宙时代的轮回，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换成了老瑞的女儿贝斯，并且本集中那些我们熟悉的人气角色也将相继再次登上荧屏。摘要完毕，播放正片。故事一开始就是一场火拼，而领头人正是刀疤贝斯。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女，老瑞家的传统就是人狠话不多，一场火拼下来难免受点皮外伤。疗伤之际，老汉一和贝斯聊起了地球，可贝斯却表示反正地球上已经有个克隆的我了，我主外他主内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你确定他才是克隆的？那你脖子里的这个近距离触发装置？顿时贝斯眼中1万个草泥马奔腾而去，看来是得回地球找个说法了。与此同时，地球上的一家人正在其乐融融地吃着早餐。由于今天是家庭诊疗日，所以莫妈要求大家尽量配合。老瑞哪会乖乖就范，可还是不能将拒绝说得太明显。于是他即刻用隐形腰带挑起日常姐弟战，随即在浑水摸鱼快闪事故现场，并且为了万无一失，老瑞即刻启动了车库房家庭会议模式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来找爹讨说法的刀疤贝斯已在此等候多时。贝斯倒也不废话，直接将那个近距离触发器扔到了老瑞面前。老瑞支支吾吾，贝斯即刻开打，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衰老的身体不饶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地球贝斯突然来叫老瑞，你扫扫他。万万没想到，地球贝斯的脖子里也有个触发装置。随即老瑞向刀疤贝斯解释道，那就是个记忆转移器，也就是在抹杀地球贝斯之前，他所有的记忆将转给你。换句话来说，刀疤贝斯才是真正的贝斯。事实摆在眼前，再加上老瑞的百般解释，刀疤贝斯很快就相信了老瑞。和好的父女俩决定下馆子搓一顿。刀疤贝斯迫不及待地和老瑞谈起了这些年自己的经历，随即还拿出了那张最高通缉，一展这些年来自己风生水起的起义事业。看到重操自己当年就位的女儿，老瑞表示女孩子不该参与这些打打杀杀，毕竟有些路只有走过的人才能体会那些坎坷与辛酸。就在父女俩聊得火热时，电视里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，新星际联邦为了引出贝斯已经进军地球。老瑞想也没想就飙出了一句，卧槽，他们竟然敢追杀我的女儿。你说你的那个克隆女儿？场面一度很尴尬，片刻的沉默后，父女俩同时掏枪。可正所谓你老爹永远是你老爹，刀疤贝斯被老瑞光速拿下。另一边的莫妈和莫爸还在王医生那里进行家庭诊疗。突然一声巨响，墙壁被炮弹炸开。面对眼前的塔米两口子非常吃惊。塔米称是奉命来抓捕贝斯，因为他的上级有些关于反抗军的问题要问贝斯。贝斯一脸懵逼，我有支反抗军。看到影像，贝斯即刻反应过来，原来是他的克隆人。危急时刻，老瑞及时赶到，好歹是自己的地盘，暗器机关什么的自然不在话下。老瑞趁塔米分神射了他一枪，随即带着家人火速逃离。虽然暂时逃离了追杀，可刀疤贝斯却紧跟而上。他是谁？一个克隆人。而我在他的脖子里放个炸药，以防他回来。那他为什么还是回来了？因为他发现他是个克隆体。看着支支吾吾的老瑞，地球贝斯决定去找这个小三聊一聊。一场面对面的嫡子之争拉开序幕，老瑞则在一旁装疯卖傻。可就在这时，塔米带着大部队赶到，看着眼前的2个贝斯，塔米也懒得分清谁是真谁是假，索性将2人一同带上了飞船。眼看女儿被带走，老瑞挺身而出，决定用自己交换2个女儿。可塔米似乎并不买账，决定将她就地处决。危急时刻，夏末成功夺下了塔米的枪，老瑞则顺势将塔米用作人质，小莫暗中操控，敌军全军覆没。可能是因为有点高兴的上头，老瑞竟然被塔米偷袭。好在隐形的夏末及时上前助攻，老瑞赶紧掏枪，塔米的戏份终于完结。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这边刚解决完塔米，那边的新星际联邦已经开始着手于毁灭地球。老瑞不免一声长叹，最后擦屁股的为什么总是当爹爹？虽然久未精战，可老瑞毕竟是老瑞。一阵专业级的操作后，他们成功抵达敌窝。面对如此危险的任务，莫爸表示有点内急，眼下实在没空陪他找厕所。于是夏末将隐形腰带给了他。紧接着，他们利用塔米的尸体打开了敌军大门。老瑞即刻分配任务，即自己去救孩子的2妈，而夏末和小莫就负责去破坏飞船系统。行动在即，夏末召唤隐形腰带，可莫爸表示当人面尿不出来，你不隐身了吗？可尿隐不了啊。小莫当即决定放弃隐身腰带装置，只要姐弟同心，万事化险为夷。2孩子走后，莫爸的一腔热尿总算释放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被关押的地球贝斯和刀疤贝斯仍在克隆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。地球贝斯认为刀疤贝斯更像老瑞的女儿，因为刀疤贝斯那种抛家弃子的无耻行为简直和老瑞一毛一样。而刀疤贝斯却认为，如果自己真是老瑞的女儿，那他怎么可能将她扔到宇宙中
不管不顾，自生自灭。总之，两人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就在两人嘴爆大开时，飞船广播里传来了老瑞的声音：我知道你们肯定还在争论谁才是我的亲闺女，那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谁能活到最后，谁就是我的亲生闺女。面对如此渣爹，两人即刻达成了共识，杀了这个贱人。广播无意暴露老瑞的行踪，而万万没想到，前来单挑他的竟然是鸟人。鸟人显然被新星际联邦控制了，并且上来就要找塔米。老瑞即刻表示自己在5分钟前解决了他，她是我的未婚妻。那大不了我给你再介绍一个。可在兄弟和女人面前，鸟人终究选择了女人。一场终极对决火热上演，昔日好友变成单挑对手，彼此的弱点以及伎俩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。鸟人招招致命，老瑞节节败退，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，老瑞的势头显然不高。与此同时，小莫和夏莫已经到达了控制中心。就在兄妹俩后悔放弃隐形腰带装置时，他们忽然发现了一个秘密：由于飞船是威格公司赞助建造的，所以射线对威格牛仔裤不起作用。这似乎让姐弟俩顿时有了主意。随即，小莫脱下牛仔裤，引开了看守控制室的2个外星人。夏莫趁机将小莫的牛仔裤扔进控制系统，系统即刻识别到这是赞助商的产品，所以即刻停止了工作。另一边，单挑2人组也到了收尾阶段。事实证明，高科技和肉体的较量还是科技更胜一筹。老瑞肝肠寸断，就在老瑞准备移烟时，贝斯2人及时赶到，可这无疑是上门送死。鸟人3五2下便解决2人，顺便践踏一下老瑞裸露的肝肠。眼看收官之际，莫爸赶来，并利用隐形腰带支起了塔米的尸体。看见心爱之人死而复生，鸟人喜出望外，可纸终究包不住火。英雄的快感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看见真相，鸟人大发雷霆，决定大开杀戒。贝斯趁其不备，关掉鸟人的电源。随即，小莫和夏莫赶来会合，真是圆满的结局。日子恢复了从前的模样，而经历并肩一战后的刀疤贝斯和地球贝斯也对克隆这件事释怀了。难道你们不想知道真相吗？真相就是我们有更多的事要去做，就好比抚养孩子或者毁灭银河联邦，而这2件事都和你没有什么关系。那你俩不想知道谁才是你们的妈咪吗？不想，有2个妈感觉挺好的。于是老瑞只好独自打开那段他珍藏的真相。原来当时的莫妈对未来很迷茫，所以希望老瑞帮他决定是留下还是离开，而老瑞却想鱼与熊掌兼得。也许对于一个父亲来讲，儿女在身边固然是好，可他更希望儿女能勇敢的去追寻自己的梦想。于是老瑞决定克隆出另一个贝斯，可如果将克隆体送走，他觉得会对不起贝斯，但如果将贝斯留下，他又觉得违背了自己的本意。于是他撕下了克隆标签，这一切就让天意来决定吧。所以真相就是老瑞自己也搞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贝斯。空荡的房间，孤独扑面而来。这时老瑞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，可似乎他这个谨慎的好友也已面目全非。第4季的收尾满是老瑞的孤独，我想大概对于老瑞来讲，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也许从来都是那些莫名的孤独吧。孤独和爱相依相生，同根共源。孤独是寻求接受而不可得，而爱无非是孤独人的相拥。那些往日的光辉荣耀终会成烟云。所以在面对刀疤贝斯的最高通缉时，老瑞眼里不仅是惊叹，而是担忧。因为只有走过这条最强路的人才会明白，无敌的尽头是无限的寂寞，高处不胜寒。你以为得到的，其实都是你失去的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价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